近段时间以来，我空军战机巡视台岛已经成为常态化行为，而就在29号，我军军机再次飞入台西南空域，而这一次的军机机型却是一款特种飞机。据《环球时报》在10月29号的消息显示，解放军军机于当天上午8点54分进入台西南空域执行日常巡飞任务，飞行高度为8000米。根据统计，自本月以来，这已经是我军第23天进入台周边空域。而我国官方对于近期行动给出的解释，则是解放军有关战训活动是针对当前安全局势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需要而采取的必要行动。从这一点也能反映出我国目前对于当前局势的真正态度。需要注意的是，此次飞入台西南空域的特种飞机是在去年国庆才被公开的运9通讯对抗机。网上对于该型特种机的数据极为罕见，显然是基于保密原则被限制放出。但是外界普遍猜测，应该是搭载了我军电子对抗设备，是主要用于电子战方面的空中特种机，也是我国现代化作战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原机型运9作为我国早期自研的中型中程运输机，载重20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视作我国重要的空中特种机改装平台。比如高新8号电子情报侦察机、空警500预警机等，都是以运9为平台进行改装的。别看运9是10几年前才制造的机型，但我军对于它的开发工作却一直没有放松。在2018年，运9都还衍生出了新机型运9救护机。需要指出的是，在运9通讯对抗机首次曝光的时候，同一时间公开的还有运8远距离支援干扰机和运8电子侦察机。这一套队伍配置，按照官方的说法，既可实施远程距离干扰，也可以掩护航空兵突防，支持海军作战，也因此被看作是我国信息化作战下的一整套电子战体系。当然，当时一同亮相的还有我军的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轰6N。话说回来，此次我军运9通讯对抗机再入台西南空域，还收到了来自当地广播驱离，而此前我国运8远程电子干扰机也是受到了同等待遇。不过对于这件事情，有不少分析人士却是感到十分荒唐，原因在于这种驱离是需要定位的，而湾湾那边显然是用制导雷达进行扫描定位的。但是在这种明显搭载电子战设备的军机面前，把自己频段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环打开，这是真的担心解放军还有什么不知道的情况，赶紧给自己暴露个一干二净。而实际上，从10月份至今，有统计显示，湾湾方面至少使用了超过80次的广播驱离。很显然，他们并没有现代信息化战争的概念。值得一提的是，岛内舆论对于当前局势倒是有些独特的看法。在10月26号，我国台海网公开了一段视频，视频内容是台所谓专家呼吁民众不用紧张，不要怕的。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现在也是这样，最危险时刻最安全。此话一出，就连当时台上几个嘉宾都给笑出了声。天晓得这是对民众说的，还是为了安抚某些东西说的瞎话。印度与美国签署最后一项基本合作协议的当日，印度方面安全分析人士就指出与美国合作的弊端所在，甚至表示印度想要安全保住利益，必须要自己单干。自2002年以来，印度作为美国的武器买主与合作伙伴，已陆续签订了2002年军事信息安全总协定，其拓展协议2019年签署，2016年的物流交换协议备忘录，以及2018年的通信兼容性与安全协议。第4项，也就是最后一项，共享美国技术的条件，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换与合作协议。据 The Handle 10月27号报道，于当日签订，至此4项基本合作协议历时18年才完成签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27号消息，印度国安委前成员、现安全分析师巴拉特·卡纳德表示，长久以来，美国视中国为对手，这是我们知道的，而美国看重的是印度特殊地理位置所起到的战略作用，这我们也知道。21世纪作为新千禧年的开端，美国强烈要求印度接受4+1基本协议，以促成双方更高水平的合作，这对印度而言也并无坏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与美国合作并不是毫无影响，甚至还有一些弊端。尽管这4项协议给印度一些技术支持和设施便利，但是这些技术也可以反作用于印度的实际操作，并最终拖累并损害印度的军事能力和作战行为。例如，两国共享地图、图表、商业等图像，
地质、地表、地磁以及重力感应数据、印刷或数字等相关资料、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其中最后签订的一条 BECA 就属于第二类，允许部队之间的地理空间信息共享，而未签订的2年间是由于信息交换中存在互惠分歧，时至今日才谈拢合作。这些资料不论放在哪一国都属于保密级资料。而有趣的是，印度安全分析师向我们实例阐述了甲酯米糖、乙非砒霜也是鸡肋的鲜明区别。卡纳德表示，这些协议虽然对印度没有什么特别用处，但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细想也确实，美国获得了印度视角，能窥一窥近中国地区的状况，而印度获取的甚至不是美国视角的全部，就算看到一部分美国周边，对印度而言也无甚用处。或者说，印度从美国方面获得了一部分解析后数据信息，但是分析师的意思是没什么用处，大概给印度军队也用不明白。最让印度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卫星制导服务。卡纳德称，这是以两国作战平台之间无缝连接的信息传输为幌子，渗透并破坏印度的核指挥和控制线路在内的信息网。而在共同利益方面，印度和美国实际上并没有太多交集，哪怕是对中国，共同利益也仅仅重叠了一点点，远没有到能够趋同的地步。所以美国篡改实际卫星数据也不是没有可能。在某些时候，通过技术修改误导印度的军事判断，将有助于美国保住并发展其印太地区的既得利益优势。卡纳德给出的例子是，中程导弹烈火1989年首次试射的时候，得到了美国定位系统 GPS 的瞄准导向支持，发射的时候状态很好，初始阶段遥测得出的数据无懈可击。然而飞行末期，导弹突然掉入海中，就好像美国 GPS 眨了眨眼，导弹就偏离了原始路径。因此后来印度都改用俄罗斯的 GPS。如果这事儿要发生在战时，那真是不敢想象的灾难。所以卡纳德指出，印度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军备技术支持方面自力更生，包括加快建立全球定位系统的卫星群，为印度军方制造出国产防眨眼卫星，以确保外部力量不会威胁到印度的利益。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来看，印度这有些夸口的战略目标，其实并不敢恭维。等它名副其实实现的那天，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趋势，美国正在失去一些重要的战略性支持，印度说要单干，只是拉开了序幕。近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围绕纳卡地区的战争已经呈现升级状态。正如外界早已预料的一样，这场战争已经演变成为了大国军备的试验场。而如今，俄罗斯的新型装备率先出手，登场不足1周时间，战绩斐然。据《环球时报》在10月28日援引了《亚洲时报》的报道指出，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启动了自己的克拉苏哈电子战系统，主要目的是用于对抗阿塞拜疆麾下的 TB2。而在登场不到1周的时间里，克拉苏哈已经被确认击落了至少9架土耳其制造的 TB2 无人机。实际上，在上周，阿塞拜疆方面就有媒体指出，战场上土耳其制造的 TB2 无人机经常无缘无故的坠落，而且经调查后发现，无人机机身并没有弹孔和爆炸痕迹，唯一的损伤全部来自于自行坠落后造成的撞击、破裂、折断等痕迹。当时外界猜测 TB2 是被人针对了。这种新式的无人机杀手很可能是通过解构 TB2 无人机残骸，或者是破解 TB2 上来自加拿大的光电塔后，针对该无人机的地空数据链进行攻击。当时外界分析人士就普遍认为，这种技术已经不是亚美尼亚能够做到的，背后必然有大国介入。不过各个媒体猜测的对象繁多，从法国、伊朗、俄罗斯等都在此列。很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的克拉苏哈电子战系统登场之后，就踢翻了土耳其人对 TB2 无人机的广告牌。在此之前，土耳其拿着 TB2 无人机在叙利亚、利比亚、纳卡战争初期的战果，都要鼓吹自己无人机的多强多好。网上不少从纳卡战争中流出的无人机轰炸视频，就是土耳其精心安排的。结果，俄罗斯的新装备一登场 ，TB2 无人机就遭殃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 TB2 无人机被外界普遍视作是土耳其国产，但实际上无人机上的光电塔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贝拉克塔公司，红外设备来自美国弗雷尔公司，发动机来自奥地利。而此次事件中，除开土耳其的军火生意可能被人搅黄之外，加拿大的贝拉克塔公司无疑算是躺枪的一个。有消息证实，目前加拿大方面已经停止了向土耳其出售该型光电塔。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事件中，有另一个细节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这次被曝光的俄罗斯使用的克拉苏哈电子战系统，是亚美尼亚的西北部地区，一个名为9姆里的地方。从地理位置来说，紧邻土耳其。换句话说，除开正面战场上土耳其派出的上千名雇佣兵打着援助阿塞拜疆的旗号加入纳卡战争外，土耳其还一直在使用无人机
针对亚美尼亚本土进行某种攻击或者说侦查，这已经是正面宣战的动作了。当然，从此前纳卡战争正面战场的情况看，土耳其无人机无辜坠落，也代表着俄罗斯已经将一批克拉苏哈电子战系统交付给了亚美尼亚一线使用。最近，印度在喜马拉雅山脉对峙地区又一次鼓捣起了自己的小聪明，着手新一轮的哨所战术，新增47个哨所，并进一步驻兵一线。不过，就在对峙地区逐步升温之际，美印前高官却唱起了反调。据《环球时报》在10月27日的消息，印度前任外长萨尔曼·库尔希德在接受印度国家先驱报采访时，坚定地认为，现在的新德里当局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印度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发展，是否真的有利于印度的真正利益？这位印度前高官表示，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印度一直在有意识地避免与美国靠得过近，尤其是在战略和军事领域方面。然而，到了2020年，可以明显看出，现在的新德里正在试图与美国达成战略伙伴关系。最为突出的是，印度正在尝试与美国秘密签署一系列军事协议，比如后勤支援协议、通信和信息安全备忘录协议，甚至是代表着共享一定卫星数据的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协议。萨尔曼认为，事实上，随着印度与美国在战略和军事层面的一系列协议，让印度更多地参与到了美国主导的冲突之中。尤其是在近段时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在亚太地区不断展示军事存在，而为了这个目的，美国在与印度的合作方面明显要求印度在合适的时机与邻国产生摩擦，来迎合美国需求。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印度是否需要与邻国进行一场战争，用印度人的命来为美国检验武器呢？这一行为显然与印度本身利益是严重不符的。实际上，随着印度在前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印度原本就单薄的底蕴更是被消耗一空。国内疫情泛滥，甚至近来新增病例数已经超过了美国，自己却因为无力管控，只能任其传播。经济更是陷入停摆状态，大量的失业率增加了大规模的饥荒，给印度当前国内埋下了无数地雷。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前，虽然美国高层一再怂恿印度在边境问题上制造冲突，甚至动用舆论手段刺激印度国内情绪，但是在几次关键性对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错了几句话，让印度人十分伤心。其一是美国领导人根本不清楚印度在哪儿，在一次对外演讲中，特朗普公开声称你们和中国又不接壤。另一次是在最近发生的，当时特朗普在演讲中多带有嫌弃的口吻表示，新德里的空气都是肮脏的。最狠的是，为了凸显自己治理能力，特朗普甚至公开就新冠病毒感染问题声称印度新德里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感染数据，这可把印度人气得够呛。也是因为这一点，印度国内有声音认为，印度正在合作的是一个要求美国优先的国家，与这样的国家合作，印度是否应该进行合作所需的成本效益分析，避免损害自身利益。